马六甲是历史古城，老城区大多都是由主街还有横街组成的。那每一条街背后呢，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。今天就跟着我一起去漫步老街，听听他们的故事。这里的建筑其实都非常的古老了，你看古色古香的，应该有很多年的历史了。哦，还有隐藏咖啡馆。哇，走在这里可以看到以前那个年代的人啊，在这里工作啊、打金啊，非常辛苦的那种背影都浮现在眼前。这一次走在这个街道上，很不一样的感觉，感触真的很深。你看，好漂亮。而且呢，这里不只是有旧的建筑物，它还慢慢翻新了，所以旧和新的时代都掺杂在一起，非常的棒。我差一点跌倒。现在呢，走上的这个桥呢，是那个鬼门关桥。其实啊，我之前来到这个桥，我都会觉得说，它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桥，很适合来打卡。但是现在知道他们背后历史的故事之后呢，走在这条街上面，感触很不同。眼前的景色依旧，但是心情和感觉完全就不一样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先来了解故事，然后再走过这些漂亮的地方。跨过衔接马六甲河的鬼门关桥，就可抵达新街，后来也被称为日本街或花街。马来名则一直叫做 Java Lane 爪哇巷。当新街还新的时候，这里是人们吃、住、工作、玩乐的新乐园，还有一间可容1000人的传统戏院，曾是马六甲最著名的一条街。新街的风光并不长久，大约在1930年代开始没落，逐渐沦落为青楼与鸦片楼的大本营，是当年纸碎金迷的花花世界。鬼门关为什么会称为鬼门关？比较可靠的说法，来自板底街的头家们跨过铁桥来新街的温柔乡寻欢作乐，到最后才尽人散。富二代们站在桥上悔不当初，跳河自尽。因此，为了告诫后来人，才把这道桥警戒为鬼门关，促后人三思而后行。另外一个说法，关于老一辈所传的鬼门关桥传闻，是日本兵在桥上杀人砍头，所以就在日治时期开始把桥叫做鬼门关。事实是否如此，至今未能证实。你看，其实我就喜欢走在这种地方。你看它很旧的铁门，生锈了的铁门，可是你就想，你可以回想到之前公公婆婆的时代，他们在这里生活，然后他们一代传一代，那个房子一代传一代的，其实是很有故事、很有味道的。而且你看，有些甚至翻新了，现在。其实有时候我会幻想，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在这种房子里面生活，应该感觉会很不一样，而且我也很乐意去尝试。你想象看，住在里面，哇，可以回到那种像钢蹦这样子的生活。这里有一个土地公啊，哇，新街坊土地公婆。